报仇不隔夜，乌军报复行动开始，俄军前线和本土多地遭受致命打击，被迫进入紧急状态。乌克兰没有错过胜利日。俄罗斯发动大批在乌潜伏人员，收集欧美军援情报，计划炸毁隐藏在乌克兰各地的支援弹药库。在战争的2年中，俄军回购近5亿军事设备，海军陆战队新增运补无人机，强化前线补给力。下面请看详细报道。乌军无人机再创纪录，俄胜利日当天奔袭1400公里，打掉了俄境内目标。5月9日，乌克兰安全局执行的无人机空袭行动，从哈尔科夫奔袭约1400公里，袭击了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坦地区的重要能源设施。流传出的视频显示，来袭无人机成功击中的是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的萨拉瓦特电油厂。当地官员声称，现场浓烟四起，多个催化劣化装置受到损害，维修将十分困难。同一天，俄罗斯勘察加彼得巴甫洛夫斯克海上贸易港发生大火，大火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同时，至少有6架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南部克拉斯诺达州尤罗夫卡村的一座油库，引发火灾，并造成多个油槽受损。到了5月9日下午，俄罗斯莫斯科大切尔基佐夫斯卡亚街被无人机袭击，发生大火。这里距克里姆林宫仅有8公里。5月10日凌晨1点左右，又多架无人机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联邦卡卢加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这是继今年3月15日之后第2次遭到袭击。目前，俄罗斯当局尚未对此事发表评论。其他包括比尔格罗德、库尔斯克、沃罗涅日等地区也都遭遇乌军无人机袭击，发生爆炸并起火。俄军的防空系统都是吃干饭的吗？真是无用，让俄军在救火中度过了胜利日。不过也侧面说明乌军无人机越来越强大。乌克兰目前航程最远的无人机依然是 SOKL-300， 航程可达3300公里，囊括了俄本土 80% 的基地炼油厂。值得注意的是，乌军为所有无人机都配备了 AI， 加上与欧美合作办厂，不仅有多款航程1000公里以上的大型无人机，且产量也增至去年10倍。今后的乌军将能更轻易拿捏俄罗斯能源命脉。不过，基辅官员强调称，打击俄本土能源设施只是为了迫使俄罗斯停止战争，同时也是对俄军袭击乌克兰能源及基础设施的回应。除俄本土遭遇打击外，前线战场乌军也立下了不小的战功。据乌克兰监测频道5月9日报道，乌军在阿夫提夫卡方向击落了一架俄军苏25战机，这已经是本周内第3架。5月6日时，俄罗斯一架编号21的苏34战机在阿夫提夫卡方向被击落，机上2名飞行员死亡。5月3日，泽连斯基证实称，乌军第110旅刚到阿夫提夫卡增援，就击落了俄军前来进攻的苏25战机。1周时间，乌军能击落3架俄军战机，足以说明乌军防空导弹和弹药已经得到部分补充。俄军在前线投掷滑翔炸弹和掩护攻击时，将不再肆无忌惮。另外有小道消息称，5月10日凌晨，乌军使用 ATACMS 导弹摧毁了马里乌波尔的俄军集结地，目前尚未得到证实。不过从这几天的发布的战报来看，明显能看出俄军人员伤亡正持续走高。对于乌军在胜利日前后的英勇反击，捷克总统帕维尔5月9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欧美国家在整个战争期间对乌克兰的谨慎支持是重大错误。啥意思呢？就是说欧美军援如果能早到，情况或许会有所不同，甚至乌克兰说不定都获胜了。他认为欧美在支持方面有点过于谨慎了，一直在走试图阻止冲突升级的路子，没能考虑到俄罗斯的野心，导致军援总是断断续续。从最初的轻武器到防空系统、重型火炮，再到先进坦克等等，每个阶段耗费的时间都太长了。假如跳过这段谨慎时间，乌军就能放开手脚，战场可能就会有新变化，如战线挪到俄本土。可惜啊，时至今日，欧洲仍有许多国家在军援乌克兰上存在不同意见，甚至有部分欧洲国家向俄罗斯示好。为此，帕维尔认为应该尽快向乌克兰提供所需的一切援助，来降低乌克兰损失，同时阻止战争的进一步蔓延。而捷克就是这么做的。帕维尔表示，捷克领衔为乌克兰购买的首批18万枚炮弹，最早将于6月运抵乌克兰，且未来计划运送更多数量的炮弹。若是欧美军援尽数到位，乌军有望在未来几个月稳定战线，并再次进行大规模的反攻。
欧美国家的军援通过火车、卡车等方式大批进入乌克兰，俄罗斯自然不可能干坐着啥也不干。据悉，俄军正在利用卫星侦察系统，正在追踪乌克兰西部装满支援弹药的火车列车，同时发动潜藏在哈尔科夫、敖德萨和利沃夫的大批俄地下情报人员，对周围可疑仓库进行监控侦察。据隐藏在乌克兰尼古拉耶夫的俄地下情报员谢尔盖·列别杰夫表示，俄军8号发动的那场空袭，就因有他们提供的情报，才成功打掉了乌军在哈尔科夫的一个弹药库。爆炸持续了2个多小时，才在利沃夫地区用导弹摧毁了一个准备接受 F-16的军用机场。此外，再结合俄国防部的报告，正是有了他们的情报，才使俄军用图95发射巡航导弹突袭并摧毁了敖德萨地区一个用于存放军援导弹的仓库。在哈尔科夫打击了俄军 P-19 型对空搜索雷达站，并对哈尔科夫州丘古耶夫市的大型铁路枢纽进行了重点打击，严重影响了哈尔科夫和顿巴斯乌军的后勤补给和人员运输。俄军的打法是先炸乌克兰能源和电力系统，再炸欧美武器弹药运输线和仓库。之后火力军估计会继续加强其在白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将从战术核弹一直援助到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直至米格31战机全部进入白俄罗斯。美国中央情报局前特工拉里·约翰逊也分析认为，俄军下一步的进攻重点将会放到隐藏在乌克兰西部的军工厂和武器仓库。对此，欧美和乌克兰早有预料。美国军方已经发出2350万美元合同，要为乌克兰 GPS 卫星制导弹药，提供对 GPS 干扰器搜索瞄准组件，专门打击俄军电子干扰作战系统。北约方面呢，则进一步加强了无动防御，如之前提到的法国外籍军团入乌作战，立陶宛派兵入乌训练，以及白外交部长谢尔盖·阿列伊尼克提到的在东欧演习的北约机动部队将长期驻扎在苏瓦乌基走廊方向等等，都是针对俄罗斯下一步行动做出的防范措施。俄乌战争2年多来，俄罗斯即使依靠冷战时期前苏联庞大库存、朝鲜、伊朗等盟友的支援，依旧逃不过武器过度消耗的魔咒。再加上欧美的制裁，导致其从很早之前就开始回购出售的武器。如据《莫斯科时报》称，在2022到2023年，俄罗斯的战机制造商伊尔库特就从其外国合作伙伴那里购买了价值近5亿美元的军事装备。伊尔库特是联合飞机公司 LSTEC 的一部分，能生产苏30战机、雅克130战斗训练机以及各种民用客机。其中生产的苏30在与乌克兰的战争中被积极使用，不过几乎都被乌军防空部队击落了。据 ORYX 称，到2024年初，俄军在乌克兰损失了11架各种改装的苏30战机。除了伊尔库特外，俄罗斯去年还专门组建代表团，与埃及、巴西和白俄罗斯等军售老主顾接洽，希望回购直升机发动机。如去年4月份，俄代表团访问开罗，要求埃及总统塞西退回100多台直升机发动机，供俄方在乌克兰战场使用。日本经济新闻也曾报道称，俄罗斯正在从缅甸和印度逆向进口军事产品，其涉及为乌拉尔车辆厂购置瞄准望远镜、电视摄像机等坦克零部件。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2014到2018年至2019到2030年期间，俄罗斯的武器出口下降了 53%。如果说2019年时俄罗斯能向31个国家出口了大量武器，那么在2023年就只能向12个国家出口了大量武器。可见俄罗斯是想尽办法来供应前线部队的消耗，但结果呢，大家也都看到了，在乌军的打击下，俄军依旧处于高消耗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从朝鲜得到的大批炮弹、导弹，其质量貌似很拉胯。乌克兰武器检察员克里斯提娜在拆解一枚坠毁于哈尔科夫市的导弹后，证明了朝鲜导弹已流入俄乌战场。从最近的战况可以看出，俄军正在利用伊斯坎德尔导弹和朝鲜援助的火星11导弹，对乌军指挥所、交通枢纽、弹药库、机场以及雷达阵地和炮兵阵地、防空系统等高价值目标进行精准打击。朝鲜的火星11导弹被称为是朝鲜版的伊斯坎德尔，具有高精度制导系统和超越常规防御系统的穿透能力。有分析人士指出，火星11和伊斯坎德尔导弹的组合将使俄军获得战场主动权，可通过发射大量弹道导弹摧毁乌军目标，从而大幅度削弱乌军的战争能力。不过就在5月7日，这一想法被打破，有数名乌克兰检察官共同发布报告指出，朝鲜援俄的火星11导弹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据悉，从去年12月底到今年2月底，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大约50枚火星11，但最终只找到了21枚导弹残骸，约一半导弹发射后出现了中途偏离预警轨道，发生空中爆炸的情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据分析，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朝鲜和俄罗斯一样受到了长期制裁，在一些高端电子领域缺乏相应技术支持，才导致火星11导弹在电子干扰对抗中落入下风，最终出现偏离轨道的状况。虽然导弹在朝鲜援助项目仅占小部分，大部分以火炮和小口径武器弹药为主，但窥一斑而知全豹。此前，火力军也曾描述过朝鲜弹药引信同样存在偷工减料的问题。朝鲜援俄火炮、导弹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乌克兰防空压力，但朝鲜武器的妥善率真的不敢恭维。若是在今后某场重要战场上出现，大家猜一下，俄军哑火后会是一个怎样的结果？大家应该都清楚，美海军陆战队正在进行变革。司令官规划指南、部队设计2030等文件都提出了重大的部队结构改革计划。在吸收俄乌战争的经验，其改革的一个重点就是后勤。后勤有多重要呢？海军陆战队在战斗时要使用大量的燃料、食物、弹药和其他物资，是夺取和控制前沿地区的岛屿的关键。如果无法获得可靠和持续的后勤支援来推进战斗，最终结果只会是失败。另外，海军陆战队在面对拥有大量反介入区域拒止武器的部队和国家时，传统的补给方法已经不起作用，补给舰船很容易遭受打击，因此海军陆战队的后勤只能求变。那该如何求变呢？鉴于潜在对手拥有强大 ARAD 能力，使用有人驾驶舰船执行这种保障任务，很可能会导致人财两空。因此，海军陆战队的后勤正在使用新技术，朝着无人化发展。如海军陆战队新增了无人机后勤保障。据悉，海军陆战队在未来5年将配备3到6架小型补给无人机给各后勤营，以满足海军陆战队轻装灵活化的战力改革目标。据研发工程师斯托弗透露，该小型无人机叫做战术再补给无人机系统，简称 TRV-150C， 可携带最多约68公斤的物资，运送至最远14公里外的补给地点。另外，该无人机还安装了安卓战术突击套件，能快速完成航路及空投点规划，可在敌火密度高的前线补给弹药、饮用水。海军陆战队去年3月曾于维吉尼亚州的匡提克基地进行了该无人机的短程承载运输、指定地点投放以及返程飞行等性能演示。其操作非常简单，即便毫无飞操经验，也能在5天内学会这套无人机系统。在战术实操后，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同年11月宣布该无人机达初始作战能力，并将首批6架量产型机交予夏威夷的陆战队滨海团后勤第3营。在今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中就有该无人机的身影。此外，海军陆战队未来还将筹获承载达270公斤、飞行半径超45公里的中型无人机。现正由莱多斯和卡曼两公司进行海军陆战队中型无人空中补给系统原型机的研发，预计今夏将展开实际测试。除了无人机后勤保障外，海军陆战队还有无人补给舰艇来作为传统的补给方式的补充。如在美国2年1次的英雄之盾演习中，美海军就会使用无人舰艇为登陆部队提供补给。在演习中，美海军通常会使用 T-2 无人双体船提供快速的船到岸后勤保障。虽然这种小型自主操作的无人船只能携带约55公斤的物资，但一艘母舰就可以部署多个无人水面载具，然后通过分布式作战进行补给作战时，就可使对手的目标瞄准工作复杂化，而非像从前一样用极易被打击的傻大个水面舰艇进行补给。这种补给方式非常有效。不过55公斤的载量还是有些少，远远低于海军陆战队在远征前进基地的物资需求。如今，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都在扩大小型无人船的规模，并继续试验使用更大的无人船来提供更大的补给。如 T-38 无人舰艇可以携带超2000公斤的物资，巡航速度为25节，最高速度则可达80节，十分满足海军陆战队在冲突中的机动要求，并能为海滩上的陆战队员提供稳定连续的后勤支援。又或是 T-50 魔鬼鹞，它跟 T-38 一样，巡航速度为25节，最高速度为80节，但可携带超4500公斤的物资。海军陆战队后勤这种朝着无人化发展的趋势，将帮助他们应对不断提升的潜在对手。此外，由于美军对两栖作战载具需求的提升，德士隆集团就推出了新开发的高速两栖登陆艇 SECAT。据悉 ，SECAT 从外观看虽然是常见的双船体两栖船只，但却采用了叶面效应，船头和船体两侧采用弹性和特殊封闭设计，可将多余空气锁在船身两侧，来使船体拥有更大的浮力，从而与水面接触面积更小，降低阻力。因此 ，SECAT 的前进方式看起来与翼地效应飞机类似，
可以以超过50节的速度在水面奔驰，最大载重量可达50吨，虽与现役两栖气垫船差不多，但速度更快。此外，在航程上 ，SECAT 可以在搭载21辆海军陆战队先进侦察载具的情况下，用最大时速航行926公里，或用20节速度航行3700公里。而船体设计也让 SECAT 能够在水深仅 1.2 米的海岸边行进，这对两栖登陆和运补任务来说是相当具备便利。而除了海军登陆舰之外， SECAT 也能够在一般商用滚装船上进行装卸，从而提高其隐蔽性和生存性。综上所述，即便是拥有世界水上最强战力的美国海军，能快速抵达全球各地执行战斗任务的海军陆战队，都要不断完善自己的战术和武器，来适应不断变化的未来战场。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乌军的报复打击和美海军陆战队后勤无人化发展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